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又一谍战大剧来袭，程毅扛大旗，王劲松甘心作配，有黑马前置。在国产剧中，有一种类型最让观众津津乐道，那就是谍战剧。尽管口碑时常引发争议，但收视率却几乎每次都能创造佳绩。央视正在播放的《暗夜与黎明》，其收视轻松突破2，已经稳居央视8套年度亚军的位置。我们常看到的间谍战争剧，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。第一种类型是本格间谍战，这种间谍战争剧凭借逻辑、情节、细节和推理来取得成功。孤战迷城展现了潜伏的主题，孤舟则围绕身份的错综复杂，而暗夜与黎明则聚焦反间谍活动，线索逐渐深入，故事也层层推进。柳云龙是这一类型作品的重要代表，他执导的《风筝》和《暗算》均为经典之作。第二种类型是混合间谍战争，这部谍战剧融合了多种元素，例如年初上映的《追风者》，一方面展现了30年代上海股市的紧张刺激，另一方面则描绘了惊险万分的生死间谍斗争。第三种类型是偶像间谍战，通过快速推进的情节、紧张刺激的枪战以及类似于打怪升级的任务推动，此类间谍题材的电视剧通常融入了一些偶像元素，常见帅气男孩和美丽女孩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《伪装者》。尽管新剧层出不穷，观众却已很久未见精彩的谍战剧了。距离2024年已经不多，谍战剧是否还有机会涌现出黑马作品？本格谍战和混合谍战都已展现出强劲实力，那么偶像谍战剧的秘密武器又是什么呢？今天，桃厂发布了首个预告片，这部由程毅主演，历时5年完成拍摄的《深潜》终于要上线了。在波谲云诡的间谍世界里，他能够成功渗入难解的迷雾，并找到突破口吗？让我们先深入了解一下。01题材独特，涵盖抗战、家族恩怨和潜伏等元素，悬疑层层递进，让人倍感过瘾。与以往的谍战剧相比，《深潜》有什么独特之处？从剧情概述来看，他试图在传统谍战剧的框架内寻求一些创新。这里的新主要指的是故事设定较为独特。以往谍战剧的重点多集中于军事情报的收集与传递，鲜少关注特定战役，而这部剧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长沙会战。这对传统间谍战争剧而言是一次显著的变化。该剧围绕长沙会战前夕展开，讲述了爱国青年云鸿深与文业明在复杂的善恶交织中设下重重布局，逐步推进。在国家仇恨面前，他们放下个人恩怨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，以揭露潜伏在国军内部的日本特工黑执事，从而改变长沙战局。剧情的亮点可以简要归纳为：首先是抗战、家族恩怨以及潜伏。这部间谍战争剧聚焦于长沙会战前的情报斗争。过去的谍战剧很少关注于特定战役中的情报较量。实际上，在抗战的前线，情报工作同样至关重要。在长沙会战前，日本间谍黑执事已在中国潜伏了15年，正筹备着一个早已规划好的战略欺骗行动。王劲松扮演的男主角父亲云木之察觉到了日本间谍的阴谋，随即展开了调查，却被黑执事暗中算计，前功尽弃。程毅扮演的云鸿得知父亲被害，决心查明真相，报仇雪恨。此刻的他并不知晓父亲的真实身份，意外地踏入了黑执事设下的圈套。在关键时刻，地下党员以及云木之的生前好友杨子明和中华市援助了云鸿深，帮助他揭开阴谋的真相，引导他走向正确的方向。杨子明牺牲后，长沙会战即将展开，云鸿深决定自我牺牲，
以引出真正的黑执事。尽管剧情结构与传统谍战剧相似，但故事从男主的家仇出发，同时融合了抗战的元素。最终男主通过生前实现了突破。在谍战剧这一类型中尝试新颖的元素，实属不易，需要极大的胆量。尽管该剧集已有4年的历史，但这种设定至今依然充满现代感，反而显得更加吸引人。其次，充满了经典的谍战气息。男主角云鸿深的成长轨迹从一名谍战新手蜕变为成熟特工十分明显，无论是早期的伪装者，还是最近的叛逆者，这点都得到了充分体现。从预告中可以看出，这部剧展现了许多细节，散发着浓厚的谍战紧张氛围，随处可见刺骨的杀气。例如男主在生死攸关时刻的审讯场景，正遭遇反派用手枪指着；例如男女主持相互指责；例如富有深意的台词。紧张的情景与血腥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肃杀与冷冽交织在一起，带来了视觉上的清新感。然而，感官的吸引只是一道开胃小菜，真正让人继续观看的则是剧情本身。随着大战迫在眉睫，长沙的街头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民众，周遭弥漫着危机四伏的不安局势，这一切共同绘制了一幅暗流汹涌的历史画面。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备受追捧的老带新模式，年轻的顶级流量能否承担起男主的重要角色？02程毅主演，王劲松把关，5位实力派演员助阵，这就稳了。老戏骨与年轻演员搭档的模式，近年来在谍战剧中相当普遍。有些作品取得了成功，例如《追风者》，而也有一些年轻演员的表演被老戏骨完全压制。我对于生前的评价很高，认为他属于前者。决定成败的核心人物自然是程毅。程毅确实是因古装剧而崭露头角的演员，《沉香如屑》等作品巩固了他在古装剧领域的地位。在古装偶像剧的小生中，程毅可以说是最敢于尝试的。底线这部剧与靳东、王劲松等演技派演员的对手戏十分协调。一部在豆瓣上获得 8.5 分的武侠剧《莲花楼》，凭借出色的演技成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这场间谍战结束了，程毅扮演的云鸿深是一位从海外留学回来的青年，起初家庭背景良好，个性潇洒自由。后来经历了家庭的巨变，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。得知真相后，他投入了抗战的情报工作，最终将自己视为一颗死亡棋子。这种不断深入的角色才是真正吸引人的。云鸿深是剧中的关键角色，他的经历从天真到聪慧，从对家族仇恨的执着转变为投身报国，构成了生前故事的核心。根据程毅一贯的表演水平，我认为他不会落于下风。其次，王劲松。近年来，王劲松在多部间谍剧中的反派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包含《暗夜与黎明》里的毛森。然而，作为国家一级演员，王劲松显然不只是擅长饰演反派角色，在多部抗战剧中，他的正面角色同样出色。这次他扮演的是云鸿深的父亲云木之，因调查抗黑执事而被敌特杀死。角色的功能让人不禁联想到《孤舟》里的张丰毅。这种角色戏不需要太多，只要老戏骨表现稳健，就能轻易打动观众的泪腺。预告片中的王劲松神色平静，眼中蕴含着丰富的故事，他的演技无可置疑。我更期待的是他在《怒海》前杀长安落山和月明和底线之后，与程毅的第5次联手，该如何表演？接下来，我们来关注几位年轻的演技人才。第3点，张天阳。看过他在《追风者》里扮演的林乔松，想必对这个疯狂而又怪异的反派角色印象深刻，也能体现出张天阳的表演实力。这位谦逊的实力演员在《且试天下》《雪中悍刀行》等剧中展现了出色的表现，
这次在谍战题材中的表现也必定会令人期待。第四，韩成宇。看过唐鬼系列的观众应该都记得他所饰演的独孤侠书，能够将这样一个神秘而可爱的书生角色演绎得如此出色，充分展现了这位年轻演员的非凡实力。让人惊讶的是，他和成毅居然已经联手出演了7部剧集，接下来就看看他们会如何演绎吧。第五点，何中华。另一位在莲花楼中与成毅有过交情的人，曾经的三少爷何中华，这些年在多部古装偶像剧中频繁扮演天帝等角色。尽管角色受到局限，他却是少数几位在中年依然保持清新形象的男演员之一。这次担任男主在谍战中引导角色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除了这几位，还有近年来演技显著提升的颖所饰演的女主角刘欢，在《军师联盟》等影视作品中表现出色。谍战的本质在于各方之间的相互渗透，彼此交织，不可分割。在紧张对峙的局面中寻找时机，寻求一击制胜的机会，就像是一场激烈的职场心理战。只有拥有全体实力派演员的阵容，才能呈现出精彩纷呈的谍战剧。三，偶像谍战剧已然走入历史舞台，谍战剧该是破局的时刻了。偶像谍战剧的崛起，正是市场趋势的体现。平台和制作方急需借助年轻的顶尖明星来吸引新一代观众。从叛逆者到追风者，近年来偶像谍战剧的成功率相对较高。然而，也有不少失败的作品。成败的关键在于年轻演员是否能够承担重任。二是要让观众感受到高智商之间的较量，剧情逻辑上尽量避免出现过多漏洞。深潜的最大亮点在于有诚意加盟，这让演技出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所以，最重要的还是故事本身。深潜是一部典型的谍战推理故事，展示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，旨在揭露黑暗势力。故事的魅力不仅源于悬疑与解谜，还在于那刀尖上的紧张刺激。然而深潜不仅仅在形式上展示出腔调，在主题内容上同样深刻。为什么这部剧被命名为深潜？深藏于心的是那个抗战时期，男主在深水中潜航，始终小心谨慎地伪装着，稍有差池便可能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。深潜意在置于绝境后再生。云洪深宛如一把在水中坚定不移的刀，他是怀揣坚定信念的革命战士，同时也是在敌后战线奋斗的无名英雄。这位成长型男主角并非一个高不可攀的完美英雄，而是历史洪流中被遗忘的小角色。正是那些在历史深处潜伏的人们，虽然默默无闻，却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，最终共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。总体而言，深潜是一部旨在吸引观众的偶像谍战剧，尽管有多个亮点，但也存在明显的隐忧。国产谍战剧已经蛰伏很久，是否能够迎来突破，